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吉尔莫·德尔托罗的奇思妙想的第二个故事——墓地老鼠。漆黑寂静的墓园，两名盗墓人掀开一具女尸的棺盖，看见尸体上带的宝石银器，他们以为自己要发大财了。没想到守墓人马松掐准时间出现，用枪胁迫他们交出宝物，还一副教训二流子的口吻劝盗墓人改邪归正。盗墓人没被交给警方已是万事大吉，忙不迭逃离了墓园。然而在他们走后，马松视财如命的嘴脸原形毕露，跳下墓穴去拔女尸口中镶的金牙，可惜他没拿稳，金牙掉进棺木底部。马松爬下去捞牙时，不设防被躲在里面的老鼠咬伤了手，他也不敢多做逗留，连夜去黑市与人交货。原来他赌博欠下巨额赌债，守墓工资不够还钱，将主意打到了死尸身上。这不是他第一次盗财抵债，也不是第一次盗了假货，银器宝石都是廉价赝品，不够还欠款的月利息。收债人气得发飙，认为马松把好货藏起来了。马松吓得临场编谎话，声称最近老鼠太猖獗，只要有人下葬，老鼠就会把尸体偷走。马松屡次偷陪葬品都会扑了个空，收益早已大不如前。收债人不信鬼话，拿着刀要给马松一个教训。马松见状计上心头，抛出塞勒姆邪教盛行年代的传闻。那时候邪教徒会在地下洞窟祭拜邪神，有人更是把老鼠当作神明信仰，也就无怪乎墓穴地下有纵横错杂的老鼠洞了。收债人还是不信，马松激动之下举起手上的伤字阵，最后凭借精湛演技赢得1周宽限，1周后还清债款，两边都能解脱。马松筹不到那么多钱，只能去找收敛尸体的朋友杜丽，以1小瓶兴奋药做交换，让他拔尸体口里的金牙。杜丽与马松多次合伙，两人都轻车熟路了。不过今天的尸体不太妙，要么断头，要么泡的肿胀，反正嘴里都没有金牙。马松失望透顶之际，发现最里面还摆放着一具尸体。杜丽遮遮掩掩不让碰，马松趁机掀帘去看，没想到被他看见了发财机会。尸体的主人生前是个富豪，嘴里镶满了金牙，但在马松摩拳擦掌拔牙时，意外出现了。法医带着死者亲人进入，让他们见最后一面。马松、杜丽两人躲在福尔马林车架后面，一开始瑟瑟发抖，心如死灰。但等死者妻子真情流露，说出准备好的丰富陪葬品，马松忽然眼冒金光，像只耗子盯上了猎物，露出狡黠险恶的神色。之后马松哼着小曲儿，酩酊大醉回家，坐在床上盘算盗墓计划。他要在下葬几小时内挖出尸体，以免老鼠捣乱。为此他祈求上帝保佑。谁知房顶突然落灰，抬头去看，天花板中央下坠着一根尾巴。马松好奇用手去拔，岂料拽出来一只老鼠，紧跟着天花板塌陷，数以千计的老鼠往下摔。马松吓得嗷嗷大叫，可是等他回过神，身边哪有什么老鼠，天花板也完好如初，刚才一切都是幻觉。不久后，富豪葬礼开始了，马松望着尸体身上的宝刀笑出了声，可在富豪妻子面前又面露悲伤，只能说他变脸技能练得不错。等牧师念完祷告词，富豪的棺材入了土。时间轮到夜晚，马松终于如愿以偿撬开坟墓，但他还是晚了一步，尸体刚好被大量老鼠拖走。马松只拽回一只靴子，没想到他的嘴开过光，谎言成了真。马松抬头望天，想起收债人活埋自己的结局，顿时狠下心钻入老鼠洞，势必夺回富豪的尸体。老鼠洞狭窄黑暗，到处都是树木的根须，有些地方的土壤被啃松了，松土下面是更深的老鼠洞，稍不留神就会掉进去摔个半死。但为了还债，为了富裕，马松认了。然而他急功近利，行动暴躁，还是不小心被土块埋了一次。这次他变怂了，放完狠话，决定回家再想办法。可是那些老鼠却被惹怒，成群成堆的朝他身上爬。等他放枪轰走老鼠，右脚已经被咬得血肉模糊。马松又疼又恨，看到旁边有个看热闹的老鼠，当即一枪轰烂对方，心里顿时爽快了。孰料隔壁鼠洞藏着只鼠王，那个头比我家二哈都大。马松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想拿灯再瞅一眼，谁知隔壁洞穴空空如也。但等他转回头，身前却正蹲着那只鼠王。鼠王流着满嘴的哈喇子在他身上嗅，明显没吃过生人，不知从何下口。马松趁机开枪射击，可惜他太慌了，没能一枪毙命。
自己的胳膊还被抓伤。在鼠王痛叫时，马松连忙往其他洞穴溜，结果又一个不小心栽进更深的鼠洞。等他落进洞底，便见周围全是人骨头。虽然场景阴森恐怖，但骨头上全是亮闪闪的珍宝。马松只觉得自己因祸得福，活该走上人生巅峰，赶紧把那些亮闪闪装进口袋，还顺手捡到了富豪的宝刀。这时他才觉察周围很诡异，洞穴的天花板又高又深，墙壁上摆着一座怪异木雕，正是当年邪黑教会信奉的神。而在木雕对面跪着祈福的骷髅女人。马松本来内心恶寒，在看见骷髅脖子上的金项链时，他那双眼瞬间睁圆了，激动地去取金项链。孰料他刚拿走项链，就被骷髅女人抓着双手，半个身子被拉断也没放开，还咬烂了马松的一只耳朵，嘴里嚷着这是我的。马松吓得连连往后退，钻进附近的老鼠洞，半个骷髅身子紧追在后面。马松顾不及洞穴狭窄，硬挤也要挤过去。等爬到宽阔地带，他发现头顶有一块大石头，于是使劲往下搬，妄图阻断骷髅追来的道路。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隔壁竟爬出了那只受伤的鼠王。马松被堵在中间，双面受敌。他本想用宝刀搏一搏，但因自己胆小如鼠，举棋不定，当即被扑来的鼠王压倒。好在危急之刻，头顶大石松动坠落，砸得鼠王命丧当场，同时也堵上了骷髅的路。马松侥幸捡回一条命，正想着如何逃出去，上方的洞穴便露出一道光。果然天无绝人之路，马松提足精神爬向那道光。然而等他看清光亮来源，只觉上帝跟他开了个玩笑，那道光竟然是棺材板上的祝福语，刻着愿你安息4个字。而且不知什么时候，棺材板已经被人合上了。马松顿时哭成了傻子。但更恐怖的不是他葬身棺材，而是那些食腐肉的老鼠倾巢而出，在他身上乱爬乱咬。当2个盗墓贼再次光临这座墓园，他们发现了在惊惧中死亡的马松，无数老鼠从马松口中往外钻，不惧人类在棺材里横行。墓地老鼠的故事到此结束啦。它改编自亨利·库特纳写于1936年的处女作《墓地之鼠》。在那个聚焦小人物以人性论为小说基石的年代，库特纳的《墓地之鼠》无疑也有这方面的特征。不过他之后转型了，开始写有关克苏鲁的神话故事，所以观众在看《墓地老鼠》时，会在里面的诡异形象找到克苏鲁的影子。当然，也有吉尔莫·德尔托罗喜欢在恐怖片里添加克苏鲁因素的原因，比如第1个故事中满身触角的恶魔。好了，我的解说也告一段落啦，喜欢的宝子可以去看原片哦，顺便给个3连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